你有没有想过，早在夏商周都还没开始，甲骨文都还没刻下的时候，长江边上会不会早就站着一座真正的城？一座有宫殿、有水坝，还埋着满坑美玉的城。更奇怪的是，翻遍所有留下来的古书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字提过它。它像是凭空长了出来，又在4000多年前被一场大水彻底抹掉。欢迎回到暗史档案，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、被时间遗忘的故事。今天要说的叫良渚，而这座城重见天日的故事，要从一个年轻人和一片干涸的池底说起。1936年，一个叫施兴更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良渚镇，在干涸的池底捡到了几片黑得发亮的陶片。那种漆黑、薄得像蛋壳的陶器是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他心里隐约觉得，这底下藏住的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后来，人们用他发现的地方，把这整个文化命名为良渚。可是往后整整半个世纪，大家都只把它当成一个寻常的石器时代文化。谁也没想到，真正的良渚还藏在地底更深的地方。1986年，在一座叫反山的小土丘上，考古队挖开了一批古墓。墓坑一打开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里面不是一两件玉器，而是成百上千件，把整个墓主从头到脚铺满了美玉。在这片玉海的正中央，躺着一件后来被称为玉琮王的重器，它个头不大，分量却沉得惊人。它外方内圆，是良渚人最看重也最神圣的一种玉。而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刻在它4个角上的东西。每一组花纹都是同一个图案，一个戴着羽冠的神骑在一头瞪着大眼的怪兽身上。考古学家叫它神人兽面纹，是全体良渚人一起膜拜的那个神。而这个只有巴掌大的图案，是用比头发还细的线条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光是玉琮王上那几组花纹，一个熟练的工匠可能就得刻上大半年。而一件玉器从选料到完工，往往要耗掉一个人好几年的光阴。他们是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把信仰一刀一刀地刻进了石头里。问题来了，良渚人的手上根本就没有金属，他们所有的工具都比玉还要软。拿软的东西去刻硬的玉，这件事本身就近乎不可能。5000年前的人究竟怎么在硬玉上刻出比头发还细的线？研究者推测，他们靠的是解玉砂，用水拌着坚硬的石英砂，配上木片和皮绳，一点一点地把玉磨出想要的形状。没有一件玉器是快得起来的，每一道线背后都是难以想象的耐心。良渚出土的玉器成千上万，主要分成3种：琮、璧还有钺。圆圆的璧可能象征着天，外方内圆的琮像是一根沟通天地的管子。这些玉没有一件是拿来用的，它们全是拿来通神的。在良渚，握着玉的人就握着权力。墓里的玉越多，刻得越精，墓主生前的地位就越高。一件玉越握在手里，就是号令千军、生杀予夺的权柄。在城里最高、最尊贵的地方，考古队找到了2片贵族墓地。反山和瑶山埋住的是整个良渚地位最高的一批人，他们生前住在宫殿里，死后被成堆的美玉一路送进地底。2007年，考古队终于摸清了良渚真正的规模。他们找到的不是村子，而是一圈周长6公里、拿石头打底的巨大城墙。城墙圈住的是300万平方公尺，相当于4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座城。整座城长得像一个回字，外面一圈外城，里面再套一圈内城。而在城的最中央，人们堆起一座30万平方公尺、比周围高出10几公尺的人工大土台。土台的上面就是良渚王和贵族居高临下的宫殿。有一件事很奇怪，良渚所在的这片江南水乡其实根本不产石头，可是围城墙的底座、铺水坝的地基却用掉了大量的石块。这些石头全是从几10公里外的山上一船一船慢慢运过来的。良渚还是一座泡在水里的城，城里城外挖着一条条水道，人们出门多半得靠船。一座5000年前的水城，用一整张水网把里外连成一气。在宫殿附近，考古学家挖出了一件很说明问题的东西，那是一大片被火烧过、碳化的稻谷，估计超过20万公斤。能囤下这么多粮食，就代表这座城早就喂饱了自己，养活了这么多人，也养出了一座分工细致的城。有人专门种稻，有人专门打鱼，还有人
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，琢玉。城里甚至有专门替贵族琢玉的作坊，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。真正让现代工程师都吓一跳的是藏在城市上游的东西。2015年，考古队确认那是一整套水坝，那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，比大禹治水的传说都还要早上1000年。是一条水坝前后相连，蓄起一大片水，能挡洪，能蓄水，还能行船。坝里蓄的水顺着水道流下来，灌溉着城外一大片的稻田。整片流域的水就这样被牢牢地攥在了梁主人手里。要修这么大的工程，要调动的人力多得惊人。有人估算，光是这套水坝就得上万人连续干上好多年。能这样指挥千军万马的，只可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。而且梁主人可能已经站在了文字的门口，在一些陶器和玉器上，他们刻下了成祖的符号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些符号已经很接近文字，只是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读懂。真正把整个梁主紧紧捏合在一起的，就是刻在玉上的那个神。从高高在上的王到最底层的工匠，每个人的玉上都是同一张脸。一个统一的神，加上一个能号令万人的王，这就是文明成熟的样子。那个神到底是什么？有学者猜测，骑在怪兽上的那个人是能上通天地的巫师，而玉就是他上天下地和神说话的那条通道。有城，有国，有神，有贵族，还有横跨整片流域的水利工程。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，比传说里的夏朝都还要早了将近1000年。长久以来，我们都以为中华文明是从北方的黄河边慢慢长出来的，梁主却告诉我们，在遥远的南方，长江的下游早就先亮起了一盏灯。他让中华5000年这4个字第一次有了看得见摸得住的证据。想想看，梁主人堆起这座城的时候，埃及人才刚要开始堆金字塔。在世界的另一头，两河流域的城市也都还在摸索。而在长江边，这座玉的城已经悄悄运转了上千年。偏偏就在梁主最强盛的时候，这一切突然就崩了。大约在4300年前，这座城被他的居民彻底抛弃，宫殿空了，稻田荒了，玉器被留在墓里，再也没有人回头。奇怪的是，这座城的终点看不到什么战争的痕迹，没有屠杀，没有焚烧，人们像是约好了一样，只是默默地走了，留下一座空城，任由江水和淤泥慢慢把它埋葬。为什么一座这么强的城会说没就没？研究者推测，最可能的凶手就是水，因为在梁主的地层上面正盖着一层厚厚的由洪水带来的淤泥。城也是水，败也是水。曾经养活他们的江河，在气候巨变之下，很可能就变成了淹没他们的洪水。再精密的水坝也挡不住一场接着一场连续而来的大水。梁主人四散奔逃，往地势更高的地方迁去。他们的城，他们的神，他们那双刻玉的手，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失传了。那个曾经被万人膜拜的神，也渐渐的没有人再记得。不过有一样东西替他们活了下来，梁主的玉，还有那份对玉的崇拜，顺着逃散的人群，一路往北往西传向了四面八方。后来的中国人爱玉敬玉，那份情感的源头很可能就在这里。对于地底下那座城，一直等到近几十年才被重新唤醒。城墙、水坝、宫殿、粮仓一片一片被重新拼了回来。2019年，它列进了世界遗产。可是那个神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他们说着什么话？我们还是一个字都读不出来。一群没有文字的人，在5000年前的长江边盖起一座玉的城，最后又被一场大水彻底抹去。他安安静静地躺了4000年，就为了提醒我们一件事：我们的文明远比课本写的还要古老。如果梁主也让你想起那些课本没教却真实存在过的过去，那就顺手按个赞，也点个订阅。有你的支持，我们才有力气再去挖出下一座被时间埋住的城。